希望你看完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来做的就是介绍免费的剪辑软体啊！我没有跟上这个流行啊，这个剪辑软体真的太赞了。重点它是免费的，就来看看是哪一套剪辑软体咯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哦。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播客哦。前提的摘要，有哪些人不能使用呢？觉得不喜欢的呢？第一个，对中国大陆的软体啊，非常觉得有治安问题，然后不喜欢中国大陆的软体的人，觉得会装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人，他就不适合使用这个软体，因为这个软体是中国大陆的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想要做去绿幕的部分，因为目前它还没有去绿幕的这个功能，所以你想要去绿幕的话，它暂时是用不到的。第三个，你想要有宏伟很棒的音乐音效的人，虽然它里面可以做得到，但基本上来说都会上传到 YouTube 的话会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你可以使用的是它的素材库，音效库的话可能不太能用，还有音乐库都不太能使用。如果这以上3点你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就可以看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一款剪辑软体剪映咯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剪辑软体叫做剪映啊，它是免费的，而且居然可以做到 4K 的输出，非常赞，有很多素材。那就来看看剪映是要怎么制作啦。它的非常适合你那种不知道怎么剪辑新手小白，超适合的。而且它做的东西都非常的直觉。目前我弄到的就是没有看到怎么去绿幕这部分，要不然其他的我觉得功能都很赞。好，我们来做开始创作。因为啊，它是中国大陆的软体，所以啊，它的所有的一些字型啊，都是简中的比较多一点点。当然可以透过一些外挂的程式把它改成那些字幕改成繁中，那这个等一下再讲。那这边就是导入素材，你可以有视频、音乐、图片都在这边导出。那它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素材库，很多 YouTube 都想要的素材库啊，去收集这个素材要收集很久。那剪映直接帮你放在它的里面啊，而且你的素材库不用再另外加钱啊，通通都是免费的。像很多人在用的这个电视机这种故障的动画啦，它都有。然后片头片尾啦这些的，它有一个坏处就是我这样子滑很容易就滑到下面一个去了。对，然后这些时段啊，这个很多 YouTuber 都在使用的素材，然后一些时间跟搞笑的片段，这些素材你都可以使用。然后还有一些配音啊，还有一些动漫的一些场景。那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，这边还可以做搜寻，比如说我要动漫的场景啊、绿幕的场景跟特效的场景，或者是游戏画面都可以这样。我是用搜寻的比较多，因为搜寻的话，它的这个比较有限，比较不会容易滑到下面去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转场的效果。这边呢，它就是所谓的你可以预览去看。那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个动漫，然后发现它都有声音，然后我觉得怕中版权，所以我会把那一段剪掉。那我会说，音乐的部分就是有声音的东西尽量是少用，因为很容易在 YouTube 上面中版权，所以我就把那一段剪掉了。好，再来是所谓的音频的部分，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所谓的音乐的素材啦，跟这个声效的素材啊。音效的素材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，但通常有声音的几乎很容易都中版权，所以音效你可能要加减去弄比较有大众一点的东西去弄，像这个啦比较大众，你可能比较不会中版权，所以你要挑拣的，然后去弄这个音效的素材。那音乐的素材一定是不能使用的，因为很容易就中版权。再来这个
文本这个啊，就是画字的部分，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。我要这样下来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做调整。比如说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字体的这边你也要小心版权问题呀。我有上网稍微搜寻一下，快乐体是可以使用的，然后跟宋体还有这个特黑体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它不是在这个画面上面，那我就可以用 Enter 把它下来。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字体的颜色，字体颜色我等一下再选。然后缩放跟旋转都可以变成中英的字体。然后因为我说我不先预设这个字体，是因为我要用这个预设的样式，你可以去调，它有很多的样式。我觉得粉红色这个不错，然后我就可以在这边去调颜色。比如说我想要把粉红色变成这个颜色，粉红色是外框，那你就是内里你要什么颜色，那搭配这个好像浅色会比较好一点，你可以自己去搭配看看。好，那它还有这个气泡可以使用，这边你也可以使用说，我是不是要字中啊？然后你的行距要多少都可以去调整。那这边也有气泡，我就可以变成这样子，然后我可以可以自己放大。气泡在这边，然后气泡也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去做调整。比如说我要这个，就感觉变得非常有质感。那这边你要调成你要的比例大小，16:9呢，4:3，1:1呢，3:4，9:16。那我都上传YouTube比较多，所以就是16:9。然后就可以去调整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觉得说气泡加花字不好，我就是单纯只要这个花字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这样移除，就变成这样子了哦。然后你也可以直接，它的花字跟气泡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，所以就可以变化出很多不一样的效果。那识别字幕我们等一下再讲。然后就是你这字幕、这花字这些，你就是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字形的部分。然后样式你一样可以去做搜寻。再来就是贴纸的部分，贴纸的部分有很多，那一样就是很容易就是这些都是贴纸啦。然后这边你就是拉，很容易就拉到下面的去，所以我都是直接用搜寻。比如说我现在是说我要订阅嘛，所以我想要一个订阅的标志，那它也有表情包啦，你也可以去做表情包。比如说我要一个这个很可爱的，这只是猫还是什么东西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按下载，然后它会在这边播放器做预览。那我现在为什么它特别慢？可能我在录影的时候它的那个素材特别慢。那我找一个我的网络异常，我重新连网络好了。好，有了。比如说我要这个，那我就直接下来，然后它就会在这边哦。那你就可以，它要多长你都可以去做调整。像我要在这边就可以做调整，它就是直接是这样子的一个拉的这个轴，然后就这样。谢谢 boss 啊，谢谢 boss 啊，这样子，对。放在这边都可以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大小可以自己做调整啊。在这个字体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入场的跟出场的这一些动画。比如说，我希望它是以这样子弹跳的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弹跳出来，因为这是出场。那入场的话，那我希望它是波浪形的，那它就会波浪形的，然后结尾也是一个波浪形的，然后或者是循环，就是比如说我要慢慢的放大也是可以的。我先加了一个素材进来，让你去听那个所谓的
我找一个有素材，你就直接这样加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音频的话，这边呢，你一样可以做调整。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变声的部分。那画面的话，我先把我的这个移到后面去，因为我想让你看看它多么的强大。人家说我的脸太圆啦，都是大饼脸啦，我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改变一下我的脸。好，不用说去说要减肥啦什么的，这个剪映直接帮你解决。我的脸100%直接变成尖的，圆的直接变成尖的啦。然后还有磨皮的效果，就会变得比较亮一点点。那你也有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变化，比如说模板这些的。这个蒙版它叫蒙版，那你可以把它放大，就像是一个这个圆圈圈的一个模板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大，然后这样没有背景了嘛，背景非常的单调嘛，那你可以直接说用颜色，就是色块来去做调整，或者是说你做模糊，模糊就是像它这样子变成一个模糊的效果，然后或者是说最强大的背景样式，超多超可爱的，超多的，等等等，你有那种这种闪亮亮的，或者是这样子复古风的都有，然后或者是那种比较亮亮闪闪粉粉的那一种也是有的。我查一下，它的素材库太多了，这个就是在散制作的时候都会用的这种亮亮晶晶的，这些都可以做。那这个蒙版的话很适合，就是说有些人是喜欢把那个画面放到手机上面啊，那你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，那大概效果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我这个 BOSS 这个要往上来一点，然后再加上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那我把这个大小啊是有放大一点点，这样子比较清楚看到。那要剪辑的话也很简单啊，比如说我这边你可以直接放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可以用直接剪掉的分割都可以。这边做分割也是可以的，然后就把它剪掉 ，delete 就可以了，就分割很简单。然后这边它会有就是 delete 嘛，然后定格也是可以，就把它定格在这一格上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做封面。然后再来就是倒放，就是从后面开始放。再来就是镜像的功能，就是这边看一下，把这边删掉，看一下镜像的功能。它就会从这边，然后变到这边，然后还有旋转跟剪裁，剪裁就很简单，你就可以做一些剪裁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贴纸嘛，然后再来就是特效的部分，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什么？快乐美好的一天，嗨，我是羽翼之兔。快乐美好的一天，嗨。然后或者是打开都可以，或者是变得清晰啦。或者是有一些镜像跟鱼眼啊，这边都可以去做调整。它的这个也非常的多，像我要说爱心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做爱心的泡泡这些的，这个爱心四射啦，爱心爆炸这些都可以去做调整。快乐美好的一天，嗨，我是羽翼之兔。它这个来去做转场也是不错的，或者是你单纯要做特效也可以，我觉得做转场也是不错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漫画的这些的，然后你都可以去做。那转场的话，它也有很多的转场，那效果它都会放在这边。那因为我目前没有两段，那我直接剪两段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边跟这边剪掉就是两段了。好，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特效的转场跟遮蔽的转场，我之前是用这个星星的，然后就是遮蔽的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，觉得一定要来一点特别一点点的，
翻页的效果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放在这边。那你可以有多长的这个翻页的效果？那我们在测试，我们就用久一点。那通常是不会这么久啦。那我们测试的时候就用久一点。快乐美好的一天，它就这样翻页了。然后回忆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效果？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哦，它就是算是一个波浪形吧。你就直接这样的加上去，它就会套用。回忆快乐美好的一天，你就把它加下去。快乐美好的一天，它会叠加，所以你不要你就移除就好了。它会开始有那种叠加的效果，或者这个是立方体。然后你就是可以自己先去预览这边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。然后还有强大的滤镜效果啊，而且它的滤镜它是可以叠加好几层的滤镜，你可以慢慢去调。比如说我要这个普林斯旺，然后再加迈阿密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叠啦，就是迈阿密跟普林斯顿这样叠加，你要叠几层叠几层，然后你要长度多长，它都可以做调整。这个就是迈阿密的效果。我们迈阿密的效果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加上这个普林斯顿的效果是这样子的。那单纯普林斯顿的效果是这样子，你可以叠很多，然后也有那种风景啊、美食的这些效果，你都可以去做调整。好，讲完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来讲声音变化这个。音频刚刚说的那些大叔啦、小姐姐啦、萝莉的那个声音啦、女生跟怪物的声音，我们就来听听看啊。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雨玉之。然后，因为我是这一段啦，所以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然后萝莉音就是比较那种仓鼠音的那一种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然后女生的声音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然后男生的声音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。怪物的声音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。然后你也可以做动画的调节，你的入场的效果是要怎样？放大、缩小，往左、往右移。我们来一个。好，然后你就可以设长度，那一样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通常不会这么长啦，但我就示范啦。动画通常不会这么长。然后出场的时候，来往左。好，出场就是往左移，就是这一段。嗨，我是雨玉之兔，欢迎回。来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调整。图片也是可以，然后影片也是可以的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组合技都可以。然后这边也有调节的部分，你亮度要做调整，然后饱和度啦、高光阴影这些啊都可以做调整。过曝，然后对比度这些你都可以去做调整。在画面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背景超强大的，然后有一些基础的功能也是可以做调整的，缩放的一些的。再来，我们就来看看最强大的部分，就是帮我们上字幕的部分啊。它有一个识别字幕的部分，那我刚刚有尝试过了，有3分钟的影片。好，开始识别。看就会比较久一点了，刚刚实在就几秒钟的时间。好了。那因为它都塞在里面啊，你看不太清楚。
我先调整一下字一下，我先把那个字调整一下，因为它都是在这边，那你就可以放大嘛。然后我们调一下字型。像那个我刚说的那个快乐体的话，它就会有简体的问题。然后往下拉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字的辨别，我上面觉得说，算蛮 OK 的啦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那我这边的话放太大了，所以它有一些字体看不太清楚。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字体的话，好，这样子都可以看。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像这边的话有错字，你就可以去做调整。好，你会看到现在目前呢、都是简体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大陆的软体啦，所以一定都是简体的。OK， 那我们要怎么把它繁中呢？我现在用的是 Windows， 因为我看到很多里面的教程啊都是用 Mac 的。那我后来有找到一个 Windows 可以使用的，那就是这个人的连接我会放在更多资讯，他做的这个程式，然后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开始要弄的话，要转换的话，你要先把你的剪映关掉，它就会自动保存了。反正就先剪映关掉，然后开始解析字幕。那我看一下现在是几点？因为我做了2个，刚刚重录了11:01的这一个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转存成 SRT 档。那我们现在先转换成简转版，然后你这边也可以做 SRT 的这个编辑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设定啊，就是摆这个人做的。感谢这个人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打开剪映的专业版，然后打开刚刚的这一个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呢。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羽翼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因为变成繁中了，那我们稍微多放几秒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字幕的准确度是多少。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宅在家里，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，所以今天就来讲讲我最近养成的新的习惯，来看看这些习惯你有没有养成，或者是你也想要跟着一起来养成这些习惯哦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哦。播客也可以按下订阅哦。像这边就有一个错字的播客，它变成扑克。第一个，我在我睡觉之前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，我会先去走步数。所以它的准确率是蛮高的，我自己有使用过，觉得准确率蛮高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作者更佛心的一点，因为他也是 YouTuber 啊，所以最佛心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转存 SRT 档，把它转存到你想要的位置，然后存档，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做一些编辑啦，可以就是把它弄进去就对了。那我们看刚刚这一个，它是有这个，那你就可以直接上传到 YouTube， 然后就有西西字幕啦，那你就可以转换成其他语言的字幕啦，非常的佛心，非常的赞。
制作字幕这边就减少了很多的时间啊，非常赞，而且它的准确率蛮高的。我看网络上很多人说大概是80几%的这个准确率，我就觉得一定蛮够的，很赞，而且又有很多的素材库去弄，所以我觉得很赞，就按导出。然后这边的分辨率啊，我觉得最赞的是它可以到 4K， 然后你可以改作者的名称跟导入到哪里去，它可以最多可以到 4K， 免费的通常都只有 720p 而已，然后 1080p 就要付费啦，所以它可以做到 4K， 真的很赞。然后码率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都按推荐就好了。然后编码的程式 H.264 跟 HEVC， 我用威力导演的话是用 H.265 来去压缩的，但这边没有，就用 H.264。那 HEVC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，所以就没有用。然后格式的话有 MP4 跟 NOV，MP4 应该是比较通用一点，所以我就用 MP4 啦。再来帧率的话，这边可以到最多可以到60，那我通常都是用30啊。然后你就可以导出啦。导出的话，就根据你的影片的长度来有所不一样，就看你的影片长度啊。但我自己在测试的话，相同的影片、相同的东西，威力导演跟这个剪映来这样子输出的话，剪映输出的比较快，威力导演输出的比较慢一点点。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剪辑软体剪映有没有非常好用呢？光是上字幕这一点呢，我就非常的喜欢啊！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哦。我是羽翼之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